大家早上好，今天的昨晚上的暴跌是非常爽啊！我想我们群里面会员的话，他是从这边一直拿到下来，差不多是基本上还在这边，我是熬不住夜了，他们在这边是多空双吃啊。那昨天我们在视频中已经详细的去讲解了这么一种状态。我们昨天录制视频就是在这一根线已经画出来，我们再看一下公开群上的一个8点钟就画出来这根线，我们是录制视频应该是6、7点就开始录了，8点钟我们看一下，应该是在这根线，对不对？我们一直拉过来嘛，你看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啊，也没有去做手脚，这都是在公开群里面，你看是不是一样呢？没有变化吧，对不对？只是拉长一点。那昨天走过来，它是在这边有个假跌破，然后快速的一个回抽，那很可能是那个一个暴力的一个抽针的这么种行为。那我们是到这，不管它怎么变，对不对？我们根据信号 K，我们所强调的这种信号 K 打法，你看打到这还是没有，在这再做一个强制型的一个回调，然后到这的话，我们是决定，因为昨天我们在群里面也讲过，在昨天的视频已经讲过，它是一个流动性的一个抽底嘛，我们预测刚好也是六万，其实我们还是在这，对不对？6万，然后它在这有个下杀嘛，那到这我觉得它是一个超买的一个行为了，它已经在这，我们止损的是5万9，刚好59500，还下了一点点，这样去凭它的一个止盈的一个目标。其实，在昨天视频已经讲得很详细了，我们来看一下昨天视频。那我们在视频上提前发的啊，视频上是不能作假的。我们来看一下。其实它还是不知道它今天能不能到6万左右，把那个最底部的一些，那就是它的6万，把底部性的一个流动性给清算掉嘛，流动性给清算掉。然后就是仔细观察这个上方的这个区间，那直到它晚上的8点45，8点45这个信号 K 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其实还是早一点，其实在这里就已经出现了。那出来的时候，整个下跌的这个趋势就形成了。我们看一下，应该后面也还有7点。视频上也说过嘛，它的一个流动性，你看在这边是6万嘛，6万，我们当时说的它是一个这么一个区间，你看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流动性区间去清除这最后一点，那我觉得它上面的话可能还会清除下面的再上升，来清除下面再上升，对不对？所有的演示基本上是手把手教大家怎么去辨别这个方向性。那整个也是区间嘛，它是昨天还是最低点都差不多5900了，然后再来一个回抽上来，你多空创世今天的话都能吃到差不多1500加起来就是4500，对不对？这么大一个波段是很难得的。你看这前面的话都这一个都没这个走的这么直爽，那这个我们所说的一个斜率嘛，它的斜率的话在这边是做这个回抽的话是非常爽，对不对？你看。昨天还有一笔 SPAX 也是抄到底了，对不对？你看，都是这种信号 K 打法。你看视频，你看在视频上也是视频上讲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新闻方面。新闻昨天24号的时候，我们就发出这个消息嘛。这个消息我们在视频中也讲过嘛，就是它的这个大机构这几天持续流出的这么一种情况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今天的新闻吧。伊朗的话也逐渐减缓这种政策了，但现在的话，它还是，我感觉还是没彻底啊，没有看到很彻底的那个改变，也不知道伊朗那边会不会还有再新动作。但我们强调的一个原则就是，一旦发生新动作，可能就是我们好的入场机会。油价最近是下跌了，那我们看一下大区间，它也是来到一个最低位，你看它昨天是把这个删掉，看不清楚。是破了这一个的。那现在它又在这个我们之前原先的这个三角均线，我们之前在这边你看这个变盘是6月7号，大家也可以去看我们那个视频，在这边变盘的话，直接是
一路拿上来啊，这边又进行一个拿上来，然后这边我记得这里是做空的，对不对？这里拿到这，然后这边再做空，这边又做多，然后6月16、6月17，这个肯定是空下来了。然后这边又也是它的，你看每一条线都是画的非常标准，它的一个标准的一个结构线。好，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走势。那整个趋势呢，在一个触碰的一个小级别线，那我们就用这个级别线吧，也就是说可能会再下来一点点，因为它的信号 K 在这，也就是说它在这一个区间的话上了一点点。保持这个区间之上，只要没跌破这个区间，那我们觉得它还是会上去，跟我们的那种预测方法还是一致的。或者在这一根触碰线，它在观察它的一个信号 K 撇线，因为这个的话，它属于是一个比较快速下跌的一个打法。那如果它在这边震荡久了的话，它的上攻性能还是非常强的这么一种节奏。当然，如果它在这已经表现的不佳，哎。或者在这里磨蹭的话，那我们就要小心这种走法了。整体的话，我觉得可能还是会在这边震荡，根据信号 K，然后的话去辨别这种方向的选择吧。我们昨天也是在这边一直等，然后这边的话其实还是做了一个单的，那它直接上速非常快，你看我们的这种打法其实非常的具有操作性。可理解性。那在这边你看，它在这一根大梁子出来，直接把它抵破了。那它和它的一个选择性，你看它在这昨天在这边还是有些小纠结，但是它这边都是小级别的。那我们看一下大级别的，它在这边就进行一个快速的一个塔形反转了。这种结构我们一直强调的说，它是非常具有力量性。你看这种属于倒形反转，整个内部的结构，你看。你就按照这种来，对不对？在这你肯定是能拿得到的。然后在这边再来一个，其实如果你拿得久，你都可以拿到这，对不对？5000多点。再看一下小级别，趋势能再看一下，趋势能上还可以啊。如果它再下到这里的话，我们就要注意了啊，就是它在测试它在测试下的一个支撑区域，因为它下的支撑区还是很薄的，现在它毕竟打穿过一次了，那它到这个均线区或者均线以下的话，我们就要放弃往上攻的一个想法。那整体的话，我们还是在这个区间之上，还是保持它向上的这么一种节奏，因为它把流动性已经清算掉了，我觉得它还是会往上去寻找更多的流动性，那整体的这个走法才是最佳的一个打法。而且的话，从大周期来看呢，它会不会在这边做一个微克夫的一个积累，还是有点像的啊。大家不要以为在这边，那其实离我们这已经很近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的这个大区间线很早就画出来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从我们的第一个视频就讲解到这个，这个是77600，对不对？77600和73740、750吗？740，应该是740啊，对，740。这几条线最开始我们是以它为宗旨嘛，当时是第一个视频4月28号发出来的，4月27应该是做出来，然后以它为中止点，然后在这边做了一个三角，我们当时评论一个三角，那它可能就会在这8万附近做震荡之后，然后进行一个下调，然后77600就是与它的一个分割线嘛，分割线，然后在这边进行加强一个确认线，然后我们的时间周期也差不多还有2个月左右，基本上可能它就会到一个熊市的底部了。大家抓紧时间，其实现阶段的话，都可以分步入局了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先说这么多吧，感谢大家观看收听。然后的话，喜欢的话点赞关注，有什么需要私信的也可以问我啊，谢谢大家。